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基隆七堵车站，今天要来造访附近的明德山庄。明德山庄就在七堵火车站旁边的明德国中的后方。不过我也不确定那里现在算不算是一个景点，因为连 Google 地图都没有标示，它也不是历史古迹，也没有被登录为历史建筑。但是有网友跟我讲，那边有一些老房子，但是他也不确定现在变得怎么样，所以我想今天就来看一看。 那我现在从七堵车站出发了，从车站对面的东兴街进入。这里有岔路，取左行。东兴街6巷，这边挡土墙的上方有红砖围墙，难道是这里吗？这边有阶梯，我从这边上来看看好了。 啊，这里不是明德山庄，这里是义园，是瑞山矿业的老板李建兴先生的母亲的墓园。听说现在只剩下1棺冢而已，因为七堵火车站他们的地下道兴建以后，听说李家觉得破坏风水，所以后来墓园已经迁走了。义园，白崇禧的题字。 李建兴是台湾知名的矿业巨子。如果大家有去过猴硐煤矿博物园区的话，就会知道瑞山矿业就是李建兴创办的。李建兴后来也出任第1届瑞芳镇的镇长，非常热心公益。现在阳明山的阳明公园土地就是李建兴捐献的。民国45年的时候，李建兴也捐献这附近的一片土地，兴建明德国中。 当时称为基隆市初级中学的教职员宿舍，总共新建了70栋宿舍，在民国46年完工，就称为明德山庄，也是我今天要造访的老房子。李建兴是当时地方文人，所以他母亲的墓园也有当时的党国政要的题字，包括蒋介石总统在内。牌坊上面的匾额“义德永昭”。 就是当时的总统蒋中正题字的。中华民国43年，义园毕竟是墓园，不是观光景点，所以我就不多做停留了。我继续去寻找明德山庄。 其实我也不担心找不到明德山庄，因为这边就是住宅区，真的找不到的话，就问一下本地的居民就好了。这里就是明德国中的操场。哦，前面工程人员正在除草。从这里进去吗？ 应该是这里。没错，刚那里就是往明德山庄的通道，现在是属于明德国中的校地，所以禁止进入。明德山庄的保存问题，几年前听说也是喧腾一时，地方的文史人士希望能够登录为历史建筑，保留这70栋已经逐渐荒废的旧宿舍。 不过，拥有产权的明德国中校方是很坚持，希望那块地将来能够作为学校学生的一些运动、休闲活动的场地。所以今天看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是学校的意见获得采纳。刚刚施工的人员也说，里面的房子都已经荒废了，残破不堪，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没有明德山庄，还有旧七堵车站可以看。长兴地下道，不过其实不是真正的地下道，因为七堵火车站是高架的。
七堵车站。就七堵车站就在前面，七堵铁道公园。这是原七堵火车站前站，兴建于西元1900年代。这里有建了一座复古月台。我今天来七堵，主要是来拍摄明德山庄，结果连一栋房子都没有拍到。那要出这支影片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我不知道明德山庄的保存问题，是不是会全部保存，或部分保存，或是完全废弃？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尘埃落定了？如果还没有尘埃落定，那么这支影片至少可以发出卑微微小的声音。提醒社会，明德山庄保存与否，或许还有一点点讨论的空间。那这样这支影片就不完全算是废片了。我现在走往七堵车站，搭火车回家。我这一次造访七堵明德山庄，算是旅行失败归来。不过因为这一次的旅行，让我对七堵的地名又有重新的思考与见解。七堵这个地名非常有名，不过不是因为七堵本身，而是因为这附近有五堵、六堵、七堵、八堵。很多人也会好奇，为什么有八堵、七堵、六堵、五堵，却没有四堵、三堵、二堵、一堵？这个堵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我10几年前写旅记的时候，曾经探讨过，这些地名当中最早出现的地名是八堵。1654年，荷兰人绘制的大台北古地图就已经出现了贝乱乱这个地名，所以有学者推测，八堵的地名可能是早期进入这个区域拓垦的汉人建筑土墙作为防御，所以将地名从贝乱乱改为贝斗，而这个堵字就是指墙的意思。后来汉人沿着基隆河逐渐往台北盆地拓垦，逐渐出现七堵、六堵、五堵的地名。不过，对于学者这样的见解，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因为当时汉人来台北盆地拓垦，已经可以向平埔族人承租土地，是有付租金来取得开垦权，又何必设墙堵来防御平埔族人呢？更何况当时台湾各地的拓垦都是这样的情形。如果堵这个地名是跟防御工事有关，那为什么只有在这个地区出现五堵、六堵、七堵、八堵，而在台湾其他各地区的地名却很少出现相似的例子呢？所谓孤证不立，就是如果只有一个例子能够支持这个结论，那么表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不可靠的，或是不能被接受的。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八堵、七堵、六堵、五堵的地名是跟基隆河的曲流地形有关。五堵、六堵、七堵、八堵刚好都位于基隆河的大曲流处。1654年，荷兰人绘制的大台北古地图就有记录到汐止到八堵的基隆河河段有非常多的曲流，还有砾石，所以汉人从八堵往下游行船，每经过一处曲流弯处，都会有被堵住的感觉。因此，汉人依次以八堵、七堵、六堵、五堵来命名这些地方。过了五堵就是汐止，汐止就称水反角，意指淡水河涨潮时，潮水可以抵达汐止，所以到了汐止，基隆河的水量就较丰沛，行船就比较不会有堵住的感觉，所以这里就不会叫做四堵。我当时觉得这个推论还蛮站得住脚的，因为在台湾同样都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例如宜兰东山的三堵、台中神冈的圳堵、台南永康的堵内，还有瑞芳的龙潭堵，都是与河流或埤塘有关，而跟防御工事没有什么关联。而这些地名当中，与八堵、七堵、六堵、五堵最有关系的就是
同属于基隆河流域的瑞芳龙潭堵。龙潭堵就是位于基隆河曲流处，而八堵、七堵、六堵、五堵也都是位于基隆河曲流处，所以这些地名的形成应该都是与基隆河有关，这样的证据较为充分。而我最新的见解则是认为，其实我们也不要忽视第一种见解，认为堵是墙的意思。八堵、七堵、六堵、五堵的堵，可能不是指河湾处，而是指河阶地形。可能早期汉人来到巴暖暖的时候，看到河岸的河阶地形，就仿佛是一座墙，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八堵、背斗。而汉人行船到下一处河阶地形时，就自然的命名为七堵，然后依序命名为六堵、五堵。到了水反角，平野渐展，河岸就没有给人强堵的感觉了，所以就不会把那里命名为四堵。那为什么早期的汉人会用数字8756来命名这些河阶地形呢？我认为原因也很容易猜想，因为古早时候基隆河的河岸没有什么明显的地标，而这个区域基隆河弯弯曲曲，很不容易辨识相对的位置，所以今天用数字来作为命名，就会成为很好的坐标。因为如果你从基隆出发要去五堵，那么过了六堵之后，你就知道已经快要抵达目的地了。现代都市的街道命名也采取这样的命名逻辑，例如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大道来命名，这样子驾驶开着车在错综复杂的都会街道里面，就可以很容易明白相对的位置，而不容易迷路了。以上就是我对八堵、七堵、六堵、五堵地名的由来所做的一些最新的思索跟见解，也算是对这支七堵之旅的影片做一点点补充的内容。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